欢迎各位收看这部影片，我是 Noyoka。别忘了看过影片后要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和分享自己的生存经验咯。这部影片我会跟各位说明，当 WE-G18C 的单发变连发时，该怎么替换新零件上去。替换零件其实并不困难，这需要的是你的耐心以及正确的拆装解方式。WE 系列枪要遇到单发变连发，通常只要打个3到4千发就会出现了。如果你觉得钢制品太过昂贵，无法下手购买，那么原厂零件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一个零件大约1到200块以内就能够解决，而钢制品通常需要买整套，原因是零件硬度不同，会造成其他零件加速磨损。所以买了一个钢制品，其他零件就必须跟着换。因此，该不该买钢制品，就要看你荷包的深度了。那我当然要先来示范一下何为单发变连发。首先，这是我的 WE-G18C， 并将它调整为单发模式。那瓦斯我已经先灌好了，把弹匣给装上去。之后把滑套卡榫压住，这样它才不会后定。接着我们就拉滑套吧。总之，它就是已经坏成这样了。既然了解到单发变连发是什么东西，那接着就来探讨一下到底起因是什么。单发变连发这个问题基本上都出于击锤跟嘶牙，步枪上有可能也跟扳机有关。至少以 WM4RS-GBB 来说是这样没错。WE-G18C 的击锤跟嘶牙长这样，这是新品零件，它的运作就是滑套后拉时，击锤往后倒下，接着嘶牙的这个勾勾会跟击锤这个位置勾住，这也是为什么可以进行单发的理由。当扳机扣发时，嘶牙会向后方移动尝试脱钩，接着击锤就会升起，并带动撞针去敲弹匣的出气阀，一次击发就这样子完成。那重点就在于击锤跟嘶牙的勾勾上，这两个已经磨损到无法勾住的地步，导致影片开头示范时遭遇这样的问题。而击锤的磨损位置在这，嘶牙的磨损位置在这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新零件更换作业吧。进行之前，请准备一只小只的螺丝起子跟一支尖嘴钳，这在拆装时一定用得上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把滑套给拆卸下来。由于 WE-G18C 的击锤是内置式，击锤若无法勾住嘶牙，就代表着无法拆下滑套。在先前的影片中已经有释出解决方案，右上角的资讯卡中将能够找到该影片，记得去看看哦。滑套拆下来之后，就开始拆除击锤组吧。首先把击锤给释放掉，再来看向击锤组的部分，后侧会有一个十字小螺丝，拿起小只的十字螺丝起子去松开，把螺丝移除后，再看向握把后方。这里有一个插销是用来卡住击锤组的，拿螺丝起子或者细长物顶其中一侧，接着用尖嘴钳从另一侧拉出来即可，这样就可以拆下整个击锤组了。拆除前，请先注意左侧的银色零件，那个零件下方有弹簧顶着，取出时务必要压住它，避免把弹簧喷飞。一手抓住整个击锤组往上拉，这样就能够拿起来了。取出时可能会被扳机联动铁片给卡到，这就稍微调整角度就能脱离。整个击锤组拿到手后，先把最令人在意的银色零件卸下，取下时一手压住弹簧，一手把银色零件取出，然后再用螺丝起子慢慢释放弹簧，取下来之后就放在一边就好。在这个阶段时，我们需要先把嘶牙取出，嘶牙有一根插销卡着，一样拿螺丝起子去顶一侧，它两边都能够拆除，所以不用在意方向性。顶出来后，先不要把插销抽出来，这个位置的弹簧会因为这个动作喷飞，请一只手压住这个位置，然后一手拿尖嘴钳将插销抽出，嘶牙和弹簧就可以稳稳的卸下来了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拆击锤咯。击锤一样有个插销，这个插销有方向性，要从右侧往左侧拆下来，先用螺丝起子从右侧顶出插销吧。顶出来以后，一样不要立刻拔插销，击锤也是会喷走的，请把手呈现类似 C 型，一直顶在击锤顶部，一直顶在击锤组内侧。拆除时，击锤会往顶部喷，下方则是撞针会掉落。动作做好后，就拿尖嘴钳将插销拔出。现在呈现 C 型手也比较好施力。拆下来以后会得到一个击锤跟撞针，击锤上头会有击锤滚轮跟弹簧，那滚轮只要拉出来就行了。好咯，接下来是装回去的时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先把新品击锤跟嘶牙拿出来吧。
击锤的部分要将滚轮和弹簧装上，击锤的这个方向是左侧，滚轮要装在这个地方，弹簧请将短的朝上，长的朝下，照这个方式把它装上去。装好后先摆在一旁，拿起击锤组，先把撞针放进去，撞针的方向记得是大椭圆朝上，透过尖嘴钳夹住，再把它给塞进去吧。直接将前端嘟入洞口处，这个时候才将击锤从上方塞进去。击锤放入时要注意这个弹簧的角，要让它顶在这个位置上，别忘了注意这个位置了。接下来会是击锤组最难组装的位置，非常建议使用尖嘴钳来辅助。尖嘴钳打开来后，从击锤组底部进入，接着用力夹住击锤左侧，原因是击锤在这会有一侧偏掉，夹左边可以让它摆正。在尖嘴钳夹住的同时，将击锤往后推，直到可以看到插销孔能够穿过为止。这时请立刻拿起插销塞入一点点，至少让击锤不会被顶飞，大概会呈现这个样子。接下来要让插销顺势穿过撞针，这只要把撞针往里面推就好，然后顺势让插销穿过去。最后有可能会像这样插销塞不进去，这是因为击锤角度偏移的关系。这拿尖嘴钳稍微夹一下击锤，再推插销即可。最困难的部分就完成了。撕牙的部分相较之下轻松很多。撕牙的塞入时的方向是这个样子，看向它的另一侧，这里有个凸起的位置，这必须要对到击锤组的这个凹槽内，像这样子把撕牙给塞进去，会刚好卡在这个位置。接下来拿起撕牙的弹簧，塞入的方向是这个样子，长角要在下方，顺势塞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用插销一并穿过去。穿的时候也要调整一下角度，不然会像我这样卡一下。接下来先把击锤扣住，击锤只要把它压到底就会扣住了。现在再转回去看底部，这时会发现撞针往这靠近了一点。接下来要把弹簧的长角塞到这个洞里头，让它能够勾住撞针。塞进去之后要再把击锤释放掉，原因是它会压迫到银色的零件，弹簧有可能会喷掉。击锤要释放时，请针对这个位置用力按压，按下去之后就会顺利将击锤释放了。如果不幸被四牙勾住的话，那再另外拿个工具从侧面将四牙往后勾，这样就能释放击锤了。现在我们就来把银色零件装上，首先把这个弹簧给摆在这里，让它接触到底部。接下来把银色零件给塞进去，银色零件的方向是这样子，面对弹簧的地方会有一个角。接着请一手按住弹簧位置，然后用银色零件去顶着弹簧往内推，推到正确位置时，银色零件会跟这个壁平行。只要有凸起的状况，最后会造成击锤组塞不进下枪身。为了避免银色零件跟弹簧掉落，务必记得一定要有一只手指头压着它，施力点可以摆这样子。接下来从后方顶起扳机联动铁片，顺势让它们合体，然后再往枪身内塞进去。这个部分请慢慢找到对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必须固定住整个击锤组，首先要把握把的插销塞入，这个插销没有方向性，所以从哪边塞都没问题。接下来就把螺丝给转进去吧。当做到这个地方，击锤组的所有的步骤就完成了。为了将滑套装上去，先将击锤给扣住，然后拿起滑套对准轨道装上。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，有时候装滑套可能会顶到附近簧，请不要用力塞进去。附近簧若没有顺利进去枪身，就这样重复拉滑套，直到附近簧卡进去为止。好了，所有零件都组装回去了，当然要来测试运作正不正常咯。弹匣内的瓦斯已经灌好了，立刻把它装上枪内，检查是否已经切换到单发模式。接下来一直按住滑套卡榫，并拉滑套。试枪时间到喽！非常不错的感觉，这样这把枪就可以继续使用了。以上就是整个替换零件的过程，欢迎各位来学习如何进行枪支维修。这些零件都要记得上汽油保养，像是击锤和四压互相勾住的部分，那是最容易耗损的位置，这可以有效延长零件寿命哦。好了，那这部影片也该结束了，别忘了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和分享你的生存经验给各位知道。
如果你超喜欢我的影片，那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要把旁边的铃铛点亮。想要追踪我的消息，可以从影片说明中前往我的粉丝专页来按赞，这样才不会遗漏任何消息哦。那我期待能够在下一部影片与你相见。我是 Nelk。